好，继续。1v1歌词盲选约会即将开始，现在请男嘉宾选择一张你心仪的歌词明信片，与对应女嘉宾开启约会。Hello， 燕姐，哦，原来我用了各种逻辑去算是你，right？ ，Yes。所以原来我也在这里。燕姐真的给人一种很情绪稳定。你们分手的理由是什么？开始热恋的时候，我会比较一下子的那种。Yes。恋爱脑。燕姐竟然是比较冲动型的想法。梅和他的相似，燕姐跟他的相似是两种不一样的相似。原来朋友和那种可以发展情感关系的人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弊的。他相似的点不一样，你可能就是性格或者啥相似，但是谈恋爱一定是击中你的那种相似。主要还是对方有吸引自己的一面。对，飞哥就是喜欢这种温柔知性类型。我想要的就是这个。他可能拍纪录片导演，他特别喜欢那种灵魂上的那种沟通和交流。梅姐可能就更喜欢开玩笑，调节气氛。Hello， 你好。哇，我其实挺期待纯哥跟雷姐两个不说话的人怎么交流啊？你来很久了吧？应该40分钟。哇，等了40分钟。你发现发现什么？雷姐是一个特别爱的人，就是她经常会眼神闪烁，或者看远方的时候，她经常会鼓起勇气来看一眼就走开，这种就特别爱。直愣愣盯着一个地方也不好吧？你得丢了。他俩小动作特别多。对，因为他们都处于那种紧张的，不知道怎么办的一个阶段。对，有时候我在家，很多时候我都不出门，可能在家就。我跟你说，爱人碰到爱人，一旦找到共同话题，那可不得了啊，特别能聊。家里有养小狗吗？对，养小狗寄养，有话题了耶。对，聊宠物是一个很好的话题。我家里是养了2只猫。我喜欢布偶，然后缅因或者金渐层，我就这3种猫。哇，你看那眼神都不回避了。我也是，我也很喜欢这3种。还是回避了，因为感觉到话题将近。其实蛮开心的我。他问你希望，如果你下一位跟你就沟通去了解的人来了，这样，我第一个是说你的，是吗？是吗？是的，真的。我觉得纯哥挺真挚的。你看他那眼神看人的时候是非常真诚的。对，爱人突然只求发力了。但是后来我说，但是会不会2个人都不讲话？你看他们看其他地方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是，现在开始直视对方说话了。你说他今天为什么突然不挨呢？而且一直在主动的找话题。纯哥给雷姐安全感了，跟晴姐在一块的时候不太一样，好像。昨天我们不是说要去采购嘛，你就是说我要一个人去嘛，当时我就很理解。是啊，因为我习惯是这样，我不知道比其他人完全一样，就理解一点嘛，完全一样啊。其实我蛮开心，还好有一个不是只有我一个是这样，还有一位嘉宾也是这样，很庆幸。对。哦，他俩应该默默的把对方当成心理支撑，被懂得、被看见的感觉，真的很好。哇，终于连上线了。不知道为什么看他俩有种在看漫画的感觉。对，我觉得终于找到了彼此的那个救赎的那种感觉。说的我都想什么？想挨一下。我吵到你了是吧？现在别跟我说话。我就说晚了，我刚才说我现在不想聊天，让你给抢一下。显得你还是主动。哇，我现在突然非常喜欢这一对。我是你的新朋友，想邀请你共度一段美好时光。什么意思？新朋友要来鲶鱼选手了，恋综一般会有鲶鱼选手。对，而且鲶鱼一般都很厉害，就是他们要么就是那种高知，要么很吸引人、很有魅力的那种。
哦，就不看人，只看相册，那这都有可能选中我。这个我会 pass 掉，我就不喜欢家里东西太多了。这个不行，这个我也不行。我还行，但是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那个冰箱的我喜欢，对，就特别有生活感，而且你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饮食习惯非常好的人。我不喜欢家里东西特别多的，但是我喜欢冰箱里东西特别多的，那种很有安全感。后来发现咱俩就喜欢加大。纯哥被选择了，其实我没有很理解，他就说有个嘉宾约我这样。哦，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赵磊。哇，好漂亮！好漂亮。我要把母亲的身份抽离出来。当我发现我她有点像那个谁，一个演员，陈数，有点像吧？是。你好，我是赵磊。你好。这家伙，那前面那个姐姐出场又运镜又各种手法，我哥哥早就出来了，太偏心了啊，摄像大哥们。那为什么会选我？看到你的整个的收纳习惯，还有包括你的审美。那不公平哦！你看到我的手上，我看不到你的手。对呀，为什么要公平？肯定雷厉风行。好开朗哦！他怎麼老能碰到這麼開朗的？你係香港人？香港人係冇錯。唔怪得啦。我原來在深圳，我在深圳10多年。你那個時候跟你們香港的做生意很難呐，講普通話真的很難很難很難，因為我好像語速好快哦，姐姐。對，哥哥在試圖跟上節奏。是強撐哦。基本上腦子都是空白的，我會好，就突然我就不知道要講什麼了。所以這種操作型的東西，就比方說背出的，就在想背所有的菜品的準備。姐姐先準備了100個話題，然後一直輸出。因為一直輸出，就代表着你對接下來你倆的聊天可能沒有安全感，沒底，所以你就必須讓自己一直輸出。已經慌了，根本不管對方什麼反應。對，說明姐姐也有可能是個矮人。對，姐姐有這種把答題卡趕緊塗滿的那種慌亂感。對。盲猜一下你的職業，你是跟設計、跟建築會有關係嗎？沒有。沒有嗎？哦，其實我是做一個廚藝的導師。該你寫卷子了。那你很會做飯，就還可以。因為我一上來就問你的職業，所以我剛才想，如果你問我的職業，我應該怎麼回答？你會不會嚇到你？不，我是脫口秀演員。哦，這有什麼好嚇到你的？嚇到我了，因為我覺得姐姐長得不像那種，你具體說說吧。我腦子裡剛閃了100個字，我都劃掉。沒有一個能播到。但是我感覺很多脫口秀演員都是 I 人的。有時候脫口秀演員會有一個習慣，會炫技。你覺得他在炫技？對，不是，我不是覺得人家在炫，我是說有時候你別在這裡。不是，我是剛是很真心的問他，剛剛那種聊天方式算是一種炫技嗎？出汗了我都。我也出汗了，你以為光你出汗了呀？誰呀？熱的。是因為有觀眾或者有鏡頭的時候，我們習慣性的去展示一下，哎，你看我脫口演員，去展示一下自己的聊天技巧，或者是自己的出梗能力。我沒覺得你的感受到你的聊天技巧呢，主要是。有時候也碰到那種對牛彈琴，有時候也有點對牛彈琴。拋出了很多技巧，但是我一直沒接受到。你也學了，學點技巧的呢。光靠真誠呀！手是這樣，手腕稍微有點弧度。好久沒看到剛哥了。前期教練就是這樣的。轉胯，哎，對，轉，那個有電話。許工現在變得好開朗啊，笑容滿面，笑嘻嘻的。晴姐觀察人的情緒很準，但她會因為觀察到了之後影響到自己，這個就是有點敏感。咱倆的情緒還能放更大？放不大了，已經有點吵到別人了。你好，我叫劉玉剛，我是趙磊。你好，那咱們就走走看看。走。對，這個就是像你練出這點真的好，他會讓兩個剛認識的人去幹那些很親密的人才會去幹的事情，你發現了沒？做一個呀。來吧。
那我们就做一个。就你想想，你在生活里你很难会跟一个异性去干，是，就是去画画呀，或者去干啥的。对，这种地方我都很少去，很少去，跟谁我都不愿意去。那你找找自己的问题。那你有孩子？有女儿，还有个儿子，但是这两个年龄悬殊就是你儿子的年龄。然后开始算，相差18岁，那个刚刚是相差18岁，也就1岁多。猜谁1岁多？高哥，女儿上初一。啊，那你儿子还有女儿好大呀！你是初中就抛歌了。啊，你听不出来这玩意儿不赖，人家没抛，是你抛了你听不出来，老在这儿。媚眼抛给瞎子看。对，对牛弹琴呀。我53，72年的。真假的？你有53啊？我比你大，叫哥哥吧。哥哥。雷姐啊，作为我们这个脱口秀的同行朋友们，我觉得真的，她其实整个过程中一直在把握整个的尺寸和火候，来根据不同的人，她展示不同的特质吧。跟陈哥过程中，对他就特别害怕陈哥接不上话，对，他就会给急于输出。对，然后跟那个刚哥在一块的时候，他就会更安全感一点。对，有来有回。但主要还是跟刚哥的时候，他们俩共同在做一件事情。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环节更适合他和陈哥一起。但陈哥有可能坐进去了，陈哥有可能更不说话了。陈哥，刚哥的一下子早晨一个也没有，到又成为人气王了哈。幽默还是最好的一枚。梅姐也很幽默，我也觉得梅姐很有魅力啊。她只是飞哥那儿，他觉得梅姐可能会有点 over。就是网上老说一句话叫"搞笑女没有爱情"嘛，但是其实也不是这样的。脱口秀很多女还是有对象的。我一直不明白这个话是从哪来的。搞笑这个东西在男生和女生身上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加分项，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身边朋友去珍惜的一个品质。对，自己开心就已经很难了，他愿意逗你开心。而且对方如果让你感觉到幽默的话，他是需要智慧的，就是对，不是所有的冒犯你都会觉得是搞笑。哎，你今天戴假发？戴假发。对。哎呀！你知道呀，道理都懂，就是有的时候感受不到自己是冒犯嘛，所以一般不轻易跟别人说话的。在外面就演那种 I 人，因为一出口就可能就是，因为搞笑女经常会成为焦点，她好朋友显得多呢，可能就会分散她的注意力，需要照顾的人就很多，那可能就没法照顾自己，然后去找对象或者啥的，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可能性。我觉得是有可能是搞笑女没那么需要爱情。对，太对了，自己就很开心。对，哇，月子，这个太对了，一针见血了，有感而发。回头把你朋友都送来这节目，可以。把预算可以放在这里。好，我谁呀？哇！大家介绍一下啊，新的女嘉宾，所有东西都特别惊讶。我所有的东西他都惊讶，要么就笑，要么就惊讶。他进入大脑会反应吧？哎，这说什么呀？可以，我理解是见到你们，我是一个迟到的，今天是迟到的一员。我也是，要么就是笑，要么就是卡住。哎呀，刚哥真的好贴心啊！刚哥拎箱子真的是我见过最熟练的让人心疼。刚哥在火车站，刚哥绝对在火车站带个小红包了，真的。很容易的跟他走近。ending 了，看到这样高度，我赶紧去换张高跟鞋。谁又给我情节压力了？又去换高跟鞋了？哎，你的脸上有一个，别动了。就跟他聊完还挺开心的。哎，梅姐又跟陈哥，大家原来都这么急，还真有点舍不得了。你看说这个人，想知道最后谁跟谁在一块儿。我其实还挺期待徐工的，
因为徐工现在在我看来，他就像一个vlog博主，在那里徐工只有3件事：拍、乐、惊讶。这个节目真挺有意思的，跟其他的恋综还是有很不一样的地方的。每个人就是已经很成熟了，然后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然后知道自己想跟什么样的人相处了。对，他们就是也会尽可能的会让自己舒服。对，不会因为爱情去让自己去妥协。哎，我其实相比于他们在爱情的态度，我更喜欢他们在生活上的态度。第一个就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己每个人捯饬的都收拾的非常精致利落，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于很多爱好，这个也很让人羡慕，就是给人一种很有生命力的感觉，不像咱们每天都活人为。我在家恨不得都在地上爬着走呢。你想想咱们要去这个节目，咱们天天肯定就是，哎，咋办？但我真的觉得50多岁是最适合谈恋爱的年纪。就我爸妈老担心我，就是到了50、60岁，他说：“哎呀，以后你就又没有孩子呀，又没人陪你啊，怎么办呀？你一个人生活啊。”我说：“我现在不是一直在过这样的生活吗？”对呀，我早就习惯了。而且50、60岁已经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对呀。我们年轻人不谈恋爱也很合理，因为真的太忙了，每天干完所有的活儿，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想这些事情，而且很难。你在动气什么？谁没谈恋爱？这么忙，单身，够让人心疼了。真的就像月子说的，挺忙挺累的，没有时间再去互相妥协或者是改变，除非就突然之间遇上了爱情，突然就来了，那谁也不会抗拒这件事情。对，主要是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爱情真的不是一个很必须的。对，当爱情突然击中你的时候，它可能在那一瞬间，我觉得可能是必需品吧。你是怎么心动的？朋友介绍的呀。是一见钟情的那种心动吗？还是相处中感觉到哇，这人很舒服？对。如果说要求对方对我一见钟情，要求有点无理吧。今天真的非常开心，看到了咱们8位哥哥姐姐的，加上最后的雷姐9位哥哥姐姐的故事，以及看到他们对待爱情、对待生活的这个态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和我们想象的真的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我俩还担心，我说来了之后别展示的太沉闷或者是啥的，然后结果发现哥哥姐姐们一下子就把我们的那种积极性给调动起来，打开了我们另一个视角。对，这个过程中展示出来那种独立，展示出那种不内耗，展示出那种直接干脆，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让我们可以去学习以及去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一些智慧。期待接下来的故事啦。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哥哥姐姐们提出来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梅姐想去讲脱口秀嘛，因为我觉得梅姐非常非常的幽默，在这个过程中也很开朗。是的，然后希望徐工早日开一个自媒体号的，要不他拍的这些东西素材量太大了，素材量太大了，太记录了，徐工。对，这个也是我们对所有哥哥姐姐们想问的一个问题，也是希望哥哥姐们能分享给我们的一个感受吧。你们认为在这个年纪开始谈恋爱的优势和顾虑是什么？非常期待哥哥姐姐们能给我们答案。大家想看到这些问题答案，也一定要关注我们的正片日落时分说爱你。今天呢，也陪大家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一部正片观看。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这群熟龄哥姐，敬请期待之后的内容。我们不见不散。打开腾讯视频看日落时分说爱你，每周4、周5看正片，周6看惊喜加更，更多甜蜜时刻等你发现。每周日陪看正片，超多内容想不停。我们俩很像啊，那你是完全一样啊，懂我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也知道哦，他不说话的原因。我觉得和同类人相处就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Hello， Hello， 我猜是你的啊。Hello，
会感觉就是这个不是你。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沉浸，畅享极致视听体验。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专属优惠。现在开通 SVIP 即可享受内容抢先看、大屏观影等特权。腾讯视频 Jump 卡、年轻人专属会员、享亲临现场等10大权益。关注腾讯视频 VIP 官方账号，最新会员权益、福利资讯抢先知。感谢合作伙伴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会很风趣，我们俩是非常的合拍的。